德黑兰硝烟未散，一份让伊朗人脸上挂不住的战损清单被开源情报分析师挂到了网上。根据分析显示，伊朗在不到24小时内损失了24件主力装备，其中21件被彻底摧毁，3件严重受损，包括被视为王牌的霍尔达德15防空系统、马特拉乌尔法杰尔远程警戒雷达，甚至连藏在机库里的 F5、F4 战斗机也没能逃过一劫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伊朗号称拥有中东最庞大导弹库，构建了多层防空网，甚至还有被他们反复宣传的强大武器，为什么在面对美以的百日袭击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？这份由 OSNT 专家整理的数据显示，伊朗在不到24小时内损失了24件主力装备。注意，这不是伊朗官方那种含糊其辞的部分损失，而是通过卫星图像和战场视频逐一确认的实锤。数据一列出来，可以说是把伊朗这些年吹过的牛一次性挖了个底朝天。先看防空系统，这可是伊朗这些年吹得最凶的领域。被摧毁的清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霍尔达德15，这款系统可是伊朗国产防空的明星产品，配有 Najm 804相控阵雷达，号称能在150公里外探测隐身目标，能在45公里内将其摧毁。伊朗媒体没少吹它堪比 S300， 结果呢，实战第一天就被端了。更讽刺的是，另一套更先进的阿尔曼系统也未能幸免，被确认受损。这套系统可是2024年才高调亮相的新货。伊朗宣称它能在120公里距离内拦截多个目标，号称是反导王牌，现在直接成了废铁。雷达网被打得更惨，马特拉乌尔法杰尔远程警戒雷达被彻底摧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套雷达是伊朗国产的远程预警系统，相当于防空网的眼睛，它一瞎，整个区域的早期预警能力直接归零。更扎心的是，除了这套被点名摧毁的，还有2套不明型号的雷达也一并被炸，3双眼镜同时被戳，剩下的防空系统只能摸黑作战。最尴尬的是空军，伊朗那些珍贵的老家伙们到底没能逃过一劫。以色列军方自己发布了视频，在大不里士机场，2架已经挂载好导弹，正处于战斗待命状态的 F5、F4 战斗机被精准摧毁在跑道上。F5、F4 是什么年代的产物？美国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这是伊朗革命前买的，到现在还当宝贝供着。这些老古董可是伊朗空军为数不多还能废的家底，从1979年之前攒到现在，坏一架少一架。伊朗媒体平时吹得天花乱坠，说这些老飞机经过国产化升级后性能大幅提升，结果真的到了上场的时候，连起飞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炸毁。除了这2架被点名道姓的，还有4架不明型号的战斗机被击中，2架被毁，2架受损。无人机也没跑掉，1架见证者129被确认摧毁。这款无人机可是伊朗无人机力量的元老级存在，中空长航时既能侦察又能打击，伊朗用它在中东各地刷了不少存在感。除此之外，清单上还列举了不少7套弹道导弹发射系统被摧毁，1门不明型号的牵引式榴弹炮被毁，1辆火箭发射车被毁，1辆军用卡车被毁，还有1艘不明型号的舰船被击沉。更扎心的是，和伊朗这边的损失惨重相比，以色列空军在行动结束后高调宣布，己方没有1架战机被击落，甚至没有1架受损。而根据开源情报统计，以色列这边只损失了1架 Hermes 900无人机，和毫无损失也没什么差别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些装备不是说能对抗隐身战机吗？不是说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吗？不是说性能媲美俄罗斯 S300 吗？怎么真到了战场上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要先看看伊朗的防空系统到底有什么。很多人听了伊朗的宣传，就以为伊朗的防空网真的是铁板一块，其实它是典型的拼盘。俄罗斯的进口货，自己仿制的国产版，甚至还有1979年之前从美国买的古董，全混在一起。先说远程防空，这是伊朗的门面担当，这里面最能拿得出手的是从俄罗斯手里买的 S300， 结果因为国际制裁被压了整整9年，直到2016年才拿到货。这期间因为迟迟没有拿到 S300， 所以伊朗一咬牙还搞出了国产替代方案巴瓦尔373。2019年正式服役，俄罗斯一共交付了4个营的 S300 PMU2。这套系统探测距离远，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，拦截弹射程能达到200公里，确实让伊朗的战略防空能力上了一个台阶。但问题在于，伊朗国土面积不小，4个营的 S300 只能覆盖最核心的几个点，比如核设施，根本做不到全国覆盖。再往里一层是中程防空，这部分是伊朗真正的主力部队，装备数量最多，型号也最杂。核心是仿制英国霍克导弹的梅尔萨德系列，据估计有超过150套发射器。这套系统甚至能追溯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，当时伊朗和美国关系还很不错，巴里维国王大手笔买了一堆美式装备，其中就包括 MIM-23 霍克防空导弹。
这套系统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品，放到今天看已经落后的不行。但伊朗革命后被禁运，新家伙买不到，只能把这些老古董拆了装，装了拆，硬是养了几十年，然后逆向仿制了霍克，搞出了国产版梅尔萨德，算是给这些老家伙取了命。伊朗常说它经过现代化升级后性能大幅提升，但说白了底子还是60年代的技术。与此同时，伊朗这些年搞出了一堆国产防空系统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霍尔达德15，还有霍尔达德3。2019年击落美军 RQ-4A 全球无人机的就是它，一战成名。还有塔巴斯射程60公里的中程系统，这次在纳坦兹核设施演习中还出现过。最后一层是近程和野战防空，这里有从俄罗斯买的道尔 M1履带式的，专门打巡航导弹和无人机，还有伊朗自己仿照道尔搞出来的德兹富尔，把履带换成卡车底盘，看着像是那么回事。2026年2月底，也就是被袭击前3天，伊朗还在纳坦兹核设施搞演习，把这些系统拉出来秀了一圈，演练在复杂电子战条件下进行点防御。伊朗这套防空体系的底子其实都是靠拆和仿攒出来的，这一点在伊朗自己研究的猎人导弹上体现得格外明显。猎人导弹家族是贯穿伊朗多型国产防空系统的核心。最早的猎人1源头是中国红旗2，而红旗2又是苏联 S75的仿制版，血统相当复杂，射程也就几十公里。后来的猎人2就有点意思了，它是逆向仿制的美国 IM-66标准1导弹，伊朗人把舰载版改成陆基版，射程能到60到100公里。再后来的猎人3在2的基础上加长弹体，改气动布局，射程能到150到200公里。就这么一路拆一路仿，伊朗人硬是凑出了一个从近程到远程的国产导弹家族。这种拼盘式的体系，平时阅兵拉出来展示确实挺唬人，但真正上了战场，面对美以这种体系化作战的对手，问题就全暴露了。这套体系最大的毛病就是各玩各的。现代防空作战拼的不是单件装备多能打，而是能不能把雷达、导弹、指挥系统连成一张网，目标从哪儿来往哪儿飞，该谁打，这些信息需要在几秒内传遍整个防空圈。但伊朗的问题在于，它的系统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年代，用的根本不是同一套数据链。S300是俄罗斯的，它有自己的雷达和指挥系统；梅尔萨德是仿美国霍克的，用的是另一套接口；霍尔达德系列是国产的，虽然吹得天花乱坠，但它能不能和 S300互相传递数据，能不能接受上级指挥所的统一调度？答案大概率是不行。开源情报分析师早在去年观察到，伊朗的防空系统整合度很差，即使是最关键的核设施周边，也是把 S200这种老古董和国产系统简单堆在一起。这样的装备上了战场，美联军的战机一压过来，伊朗的雷达被干扰，通信被切断，各套系统只能靠自己摸索着打，那结果就显而易见了。本来这套系统就根本短板，在去年6月那场12日战争又让伊朗的防空体系挨了一记重锤。当时以色列空军就控制了伊朗领空，对防空系统造成了沉重打击，远程警戒雷达被炸， S300的雷达被毁，指挥节点被端。那之后伊朗的 S300阵地就已经空了。事后伊朗自己都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一些防空系统遭到破坏，这并非我们能够隐瞒的事实。后面虽然强行挽尊，说靠国产设备替代了一些装备，但问题是替换归替换，损失的雷达、被炸的指挥节点，这些东西不是说补就能补回来的。 S300的雷达没了，拿什么补？还有巴瓦尔373，但巴瓦尔373真能顶替 S300吗？答案伊朗没说，但结果已经摆在台面上。战前有分析人士通过商业卫星图像发现，伊朗的 S300发射车确实重新出现了，被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防空阵地上。但问题是配套的雷达没了，伊朗人试图用国产雷达来替代，让 S300的发射车和国产雷达凑合着用。这种混搭能不能打？可能能，但性能肯定打折。所以伊朗根本就是在残血状态下接战的。残血的伊朗碰到的对手却不一般，美以这轮打击完全就是降维打击。美以为了这次动手做了充分的准备。据《纽约时报》披露，伊朗官员在袭击发生后愤怒质问：我们的防空系统在哪儿？以色列怎么能随心所欲的打击、暗杀我们的高级指挥官，而我们却无法阻止？能做到这一点，靠的是体系化对敌防空压制作战。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参战装备清单里，赫然列着EA-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。这东西专业压制雷达，它能干扰、欺骗，甚至直接烧毁敌方的雷达电子设备。再加上 B-2 隐身轰炸机、F-35I 隐身战机，美以这套组合拳的逻辑很清楚，先让隐身战机和电子战飞机开路，打掉伊朗的雷达和指挥节点。等对方的防空网变成瞎子和聋子，德黑兰的天空在那一刻就对以色列战机完全开放。后面的 F-15、F-16再带着重磅炸弹进场，挨个点名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伊朗那些号称能打隐身战机的系统，连敌人长什么样都没看见就被炸了。不是霍尔达德15不行，是他还没开机，雷达站已经被干扰了。不是巴瓦尔373不努力，是他压根没收到目标信息，因为指挥中心已经被炸了。更让伊朗绝望的是，伊朗本身没有预警机，但以色列有。
4架预警机在天上盯着，把战场态势看得一清二楚。7架 KC-707 和7架 KC-130H 加油机来回穿梭，保证战机能在伊朗上空长时间盘旋。这意味以色列飞行员可以悠哉悠哉地在天上找目标，等着地面指令，然后投放弹药。而伊朗这边呢，雷达瞎了，指挥断了，飞机还没起飞就被插在跑道上，这仗怎么打？这是一个量级的战斗吗？说到底，伊朗这场溃败不是输在哪一件装备不够先进，而是输在了整个对抗逻辑上。阅兵式上吹得再响，演习的再像，真上了战场，底牌一亮，什么都藏不住。在这个时代，防空不是对装备，而是建体系。没有数据链，雷达就是瞎子；没有统一指挥，导弹就是摆设；没有制空权，地面防空就是活靶子。那些被伊朗媒体捧上天的国产明星，在美以的体系化作战面前，连开火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被按死在了阵地上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伊朗的防空实力还剩多少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